你就是任安乐。安宁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的账一会儿再算。哎呀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安宁公主？没想到这性子可比画本上的粗鲁多了。找打！安宁，别胡闹，让开！我乃当朝太子，我只听将军号令，我不想伤你。看吧，太子护我不护你，厚颜无耻！哎，不是跟你说什么情况都不要停吗？继续。安宁公主虽是笑脸迎人，但下手却毫不留情。横刀策马，连连逼向敌寇。刀光一闪，略作掩护，左手却是一挥，杀风囚禁，向那贼寇当胸袭来。说好的笑脸迎人呢？听他添油加醋，上来就打，哪有什么将军风范？对付贼寇用不着手下留情啊！你刚刚说什么贼寇？我可是朝廷命官。是吗？我这一路可是听了不少你骚扰太子的事迹。好巧，我也碰巧听了好多吹捧你的马屁。我不稀罕虚名，只要你的命。我的命很贵，公主怕是要拿自己的命来换。长公主，有胆跟我来！住手，将军！打得不错，的确过瘾。安乐，安宁，属下未能拦住太子，请将军责罚。以他的功夫，你能拦住片刻便不错了。你刚从西北回京述职，这还没面见陛下就闹成这个样子，成何体统？对呀，我还以为只有我的出现才能让一个地方变得轰轰烈烈、寸草不生呢。只有你不服啊？当然，再比划比划，谁怕谁啊？来啊！来，干杯！啊，再走一个，酒量不错呀。来，打得敌寇屁滚尿流，你干过几桩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不少。男人对你服不服啊？当然服。来，那男人们仰慕不仰慕你？问差了。其实这男人的仰慕吧，我也不在乎。我安宁弯弓征战，为我自己，更为国泰民安。
我任安乐就不一样了，我任安乐虽有一座城寨、3万水师，但为了太子殿下，我通通都可以双手奉上。太子殿下，安乐的心意你是明白的，对吧？跟我闹矛盾呢。太子殿下，你明不明白？你说句话呀！不明白。任安乐，你虽志不在边塞，但你知难而进，我安宁佩服。所有人都给我听着，我任安乐，我安宁，我们情投意合，今日在此结为姐妹。为了庆祝这桩喜事，你们今天所有人的酒，我全包了。任大人有着睹物思人的闲情，看来还是不够公务缠身啊。这个玉如意是当年韩烨籍贯的时候，韩仲远送给他的，他甚是珍惜。但没想到却被你抢了过来。如今你接管了大理寺，再加上我刑部任你差遣，还有韩烨的御史台护你身侧，你也算统领3司了。那接下来打算如何？接下来，穆天府府尹钟礼文，古云年在江南的内地，正是。当年帝家含冤，他可是帮凶，可是如今看来，他倒是摇身一变，成为了穆天府府尹，而且还利用水利修缮之事勾结工部，甚至混得倒是如鱼得水。据说有一份8万帝家军名单，便藏在他手里。不过这一回，我们想的倒不相同了。你之前得罪了古云年，他先是刺杀你尸首，后面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若被他察觉你的身份，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，自然是不会后悔。但我得护你周全。你想迎他入京？没错，那位假弟子元下山之后，他便是你最好的掩护。如此一来，更难有人将任安乐和弟子元联系到一起。还有，古云年如今想扳回一城，他联合各朝臣对韩烨施压，还鼓动后宫要把他的女儿送入太子府。哼，这古云年想的倒是挺美的。他这样做，既是针对你，又是挑拨韩烨父子关系。不过韩烨太过执着于帝韩的旧约，若是我们能把弟子元送下山，凭太子执念，或能乱中取胜。越乱越好。只是我以3万水师求聘太子妃之位，岂能绕开我？这大晋的适配女子都在这上面了，选一个吧。太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臣婚姻之事，信守皇祖父之诺。守诺？你倒是活得自在，可朕呢？你知不知道，这些日子前朝后宫都在给朕施压，都在问朕，为什么不给太子你婚配啊？臣不孝，让陛下烦忧了。你是不孝？你看看这天底下，哪还有像你这么大都不成婚的儿子？你是太子，生在天家，这家事便是国事，你不愿，你就不怕天下人说你不忠不孝吗？臣娶弟子元，乃是全了皇祖父之愿，如此便是尽孝。如陛下所说，生在天家，家事便是国事，臣尽孝，便是尽忠。你给朕闭嘴！臣再求陛下成全。出去！
殿下，寒夜守诺之心，坚若磐石。唉，陛下，请用茶。太子选妃，怎么能少了我这3万水师求娶的任安乐呢？太子殿下，我来给你解围了。大理寺卿任安乐，拜见陛下。嫔身，仁卿见朕何事啊？安乐是来赔罪的。仁卿何罪之有？安乐一心想要讨好殿下，查案心切，就把侯府的嫡子给绑了。这一上来就惹了这么大的祸，还望陛下可以原谅安乐初入京城不懂官场之道理。大理寺掌管天下刑狱，判世间善恶，你秉公执法，何罪之有？陛下，这是在夸安乐？那也就是说安乐就不用赔罪了？多谢陛下。你为什么觉得朕会给你治罪啊？我听说忠义侯的女儿要嫁入太子府，我就在想，那我这嫁妆打了水漂，我还得罪了忠义侯，岂不是就应了那句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吗？我就前些日子你求嫁，却未婚配，如今的会试舞弊案办得漂亮，朕怎么会怪罪于你呢？朕倒觉得你是块当官的好材料。哎，不，安乐入朝为官，其实是为了可以配得上太子殿下。我这不听说这太子妃可能是旁人了，就不管不顾的过来了吗？如果让朕来选，朕还真觉得你是太子妃的合适人选。只可惜啊，这选妃的毕竟是太子。现在安乐愿意嫁，但是太子殿下却不愿意娶。哎，不如就将这太子大婚变成太子选妃，算我一个。让那个弟子园也加入进来，这样算是给彼此一个台阶下。任安乐，你为何当太子的说客呀？哎，这不叫说客，人都是为自己着想的。哎，陛下您想想，我呢是想要做太子妃的人，那我必须得迈出这第一步才行。这太子他不愿意完成这门婚事，现在他就只盯着弟子园一个人。此事确实无解。有解，解法就是太子选妃。只要让弟子园入局的话，太子殿下自然也会欣然入局。哼。太子殿下，接旨吧。本朝众道统以应乾坤，天命阴阳不可或违。今太子寒夜适逢华岁，何纳妃嫔？故朕昭告万方，凡女及姬，姿容端秀，皆可成名验身，候选太子妃。谢过陛下，臣心意已决，恕不能接旨。帝室子元，上承于天，私得重任，亦在此次选妃之列。钦此。陛下同意他下山了？是啊，陛下同意让弟子园下山了。你竟然真的做到了！殿下，接旨吧。臣接旨。来，安乐可是跟着殿下从晋南跟到了京城，以3万水师作为嫁妆，只为求取一个太子妃之位。殿下倒好，眼里心里都是那个岱山上的弟子园。
殿下想要什么，安乐都会为殿下做到。殿下头疼东迁流寇，安乐便帮你把他们给灭了。殿下头疼大理寺冤案，安乐便代替裴瞻亲自上阵。殿下的太子妃非弟子缘不可，于是安乐便求着陛下将那带身上的弟子缘给放了下来。只是太子殿下，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只盯着弟子缘，也看看身边的任安乐呀？漫天的夜下，照彻了夜幕，雪落了白头，期待你回眸。若今生不渡，会与你被明月所眷顾，怎奈一生长长不过相思苦。如今韩仲远已松口，让弟子缘下山。山上那位准备的如何？10年前并无蹊跷，只是偶尔会向往外面的景色。如果她是个听话的妻子，我们便给她自由。大人，还有一件事有些古怪。说。与弟子缘一同长大的安宁公主中住了任安乐。安宁公主与弟子缘幼时共同授业，交情颇深，却在帝家灭门后几日大病一场，身边仆人亡故，此后便奔赴西北，一直未曾回京。那就找个时机试他一试。子渊，陛下现在准你下山，我的心情是既惊喜又害怕。子源，你等等我啊！安宁，你快点，我们去假山后面玩。好啊。子渊和将军是昔日好友，如今他回京了，你应该高兴才是啊。我自然是欢喜啊，只是小时候比武总输给他，不想又在他面前丢脸。10年了，这座静安侯府终于要迎回它的主人了。只是不知这次回京，对他来说是福还是祸？将军也离京多年，一直待在西北，这是为何呀？自然是喜欢西北啊，在西北自由自在，骑马射箭，好不快活，不像皇宫这般无趣。的确，只有皇宫才会养出这种无趣之人。但据我所知，将军儿时性格温顺，怎会喜欢待在那种蛮荒之地呢？是子源让胆小怯懦的我知道，何为山河壮丽，海阔天高。子源参见安宁公主。这是子源为安宁公主准备的见面礼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真漂亮，好漂亮啊！您是大晋的长公主，有朝一日当翱翔于9天，看万里山河。果然有故事。任安乐以3万水师为聘，造了声势，又以科举案立威，赢了民心。这任安乐已经占据天时地利人和，
这太子妃之位，自然唾手可得。只是以任安乐的身份说过的话，立过的誓，全都不作数。那你可知道为何你又重新成为热门人选？是安宁中住了你。或许你可以邀他来凌香楼听听曲子，再跟他好好的交交心。酒后吐真言。安宁，安乐，你怎么来了？如此良辰美景，岂可辜负啊？有你在，勉强算是良辰美景。是不是不开心啊？没有，不开心你就说出来。我这个人啊，只听不劝。你既然不劝，那我说有用吗？人在郁结的时候，自然是要别人安静的倾听才好。10年前，我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旧友，因为一些原因，陛下下旨将他满门抄斩。那位旧友虽得以存活，却也与我远隔千里，不能相见。自那之后，我始终心怀愧疚。我替他征战沙场，却也只是一厢情愿。我心知自己欠他的，此生都难以偿还。我怕他卷入漩涡，可我却无力阻止。安宁，你说的这些，他都能感受得到。别不开心了，走，带你去凌香楼玩。压人安乐，压人安乐！我听说你近日重压了我，为了表示感谢，我请你看这凌香楼最美的花魁姑娘，让她陪陪咱姐俩，如何？花魁，任安乐，你可真是个人才。那可不是，见惯了那些军中的糙汉子，也得看看京城里最美的花魁姑娘，咱们换个口味。好，那就去见识见识。要是真的不错啊，咱们今天就包场了。走着。殿下，殿下，何事啊？行色匆匆。安宁公主和任大人又结伴去了凌香楼。嗨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。他们俩在凌香楼不打不相识，结下姐妹情谊，就地重游，小酌怡情，正常正常。可安宁公主扬言要在今夜包场，荒唐！ 1、6，我就不信你比我大。来看我的，2、5、6，我闷一手，我下。哎呀，喝，干了啊！我，哎，姑娘呢？2位小姐稍安勿躁，琳琅小姐还在准备之中。不急，夜长得很呢。我来，再来。将军，谁啊？竟敢擅闯！擅闯？哎，这不是你的人吗？是啊。冷北不是将军的人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到底是还是不是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想干了？属下是将军的侍卫，刚才误会了任大人的意思。哎，这事儿就是我的不对了，你们先别吵，下次啊我就直接问，他是不是你的
贴身侍卫。任安乐，任安乐，起开起开！好你个任安乐，竟然敢取笑我！人家可看着呢啊！不过我跟你说啊，有这份痛快劲儿，任安乐，今晚定能一醉方休。那当然。大人，属下要去见那二位了。安宁不喜浮华，还是淡雅一些。琳琅，你要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。您似乎不太情愿任大人做太子妃。任安乐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做太子妃。准备的如何了？琳琅准备了3、5支擅长的曲目，供2位大人挑选。曲子不必那么多，1首就够了。哎呀，这姑娘每次都这么难请，她要是再不过来的话，我们可就一点酒都没有了。我去看看。不得了了嘿！哎，我可看得一清二楚啊，这还不叫贴身侍卫啊？他刚才可是一把就把你抱过来了啊！看错了，看错了，怎么可能看错啊？我眼睛看得清清。2位小姐，琳琅姑娘到了。小女琳琅见过将军，任大人。太子殿下。
任安乐，你可知这是什么曲子？不知道，只是听觉此曲中有万千阴魂，悲壮得很。此曲名曰《安魂》，乃是边塞悲歌，专为烈士所作，愿其魂归故乡，不再为战火所困。弹得好，世间少极。的确是世间少极。苑琴姑娘，我其实想听你弹。你挡住我视线了。哦。你凌香楼花魁，为何会弹这首曲子？琳琅只是觉得，两位小姐当得此曲。任大人破获会试舞弊案，一扫吏治之阴霾。安宁公主镇守西北，守护我大境平安。琳琅此生虽未至边关，却自诗文与戏曲中知晓征战之功。一秋传千，并多死。10月烧荒，将未归。凭君墨画封侯事，宜将功成。万古枯。以政治国，以其用兵，以无为而治天下。圣人之用兵，急而时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这么教导我的人，怎么可能勾结外敌谋逆？虽然你我情同姐妹，可是你比我有文采多了。但这位琳琅姑娘有句话说的不对，只要一上战场，便是敌人。东迁从来都没有对我们手软过，我也不会。我说你怎么看着熟悉？你的眉眼像他。将军，将军在外酩酊大醉，会被陛下责罚的，还请将军回府吧。不行，说了是包场，少一个时辰都不行。那就请将军去小女卧房小憩片刻。好啦，好啦，你再这么吵下去，什么魂都安不住了。去给他煮碗清酒汤。安宁，快坐下。
你看这个，这枚坠子是我麾下一名部将路过江南时所得。你仔细瞧瞧，这上面是什么？他见了这背后的印记，不敢私藏，便交予了我。昔日定永宁封晋安侯，得太祖赐下铸币之权。帝家被灭之后，银钱禁止流通。这枚坠子便是由晋安银币草草改制而成，所以上面还留着银钱上的字样：8万将士命丧青南山，无人生还。这枚坠子说明有人还活着，有知道真相的士兵存活于人间。这是我第一次希望有人能当了逃兵，能稳稳当当的活了下来，活了下来。太子殿下，你是来关心我的，还是来关心安宁公主的？自然是来看妹妹的。哼，安宁公主醉了，有冷北服侍；安乐醉了，就只能孤零零的一个人了。苑舒和苑琴呢？他们都比较有眼力劲儿，想让我跟殿下有独处的时间，所以就没有跟过来了。谁知道殿下这么不解风情，现在还心系着别的女人。那曲安魂，紫园幼时也曾弹奏过。你平时看起来虽然大大咧咧，但你能听懂这曲中之意。所以安乐，紫园不是什么别的女子，她的存在便是家国往事本身。殿下自以为很了解面前的安乐，也很了解岱山上的弟子园。其实呢，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这么看来，原来殿下也只不过是个庸人罢了。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然安乐，你真如这般安乐洒脱吗？这安魂曲安排的实在是妙，曲中悲壮之情，任谁听了都不会安心。安宁乃性情中人，听闻此曲，吐露旧事，这是安宁醉酒时给我的，实在是意外的收获。你看看上面的“静安”二字，是不是当年我父亲铸造钱币时写的？没错。如若当真如此，青南山一案之中，帝家确实有幸存者，而且还在我计划已久的江南。那这倒是个好消息。我曾派琳琅搜遍了西北每一个角落，都未发现幸存者，但唯有江南。江南是钟义侯的地界，不便搜查。钟离文，幸存者，帝家军名录，这江南还真是个好地方。侯爷，钟大人来信，难民带着万人血书，正赶往京城。废物，捅了那么大的篓子，现在让我来擦屁股。侯爷，
属下已经派人去阻止难民了。跟钟立文说，江南那边该处理的都处理干净，不要留下任何把柄。是。现在安乐想去江南，但那个地方是古云年的地界，我们必须想个法子，替他撕开个口子才行。近来江南阴雨成灾，可是请奏的折子都被古云年的党羽给压了下来。如果宫中听不到声音，那我们就让民间的声音再大一些。对着他，别让他跑了！你们想怎么样？把血书交出来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杀人了！江南百姓有冤呐！老兄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醒醒！当面状告，江南知府钟立文。快带进去，马上找大夫。是。请什么大夫呀，黄大人？任大人，这是万人血书。这若是真的，可比舞弊徇私案要严重的多了。是啊，这是刚才那位难民一路送入京的，状告江南知府钟立文贪污修河款，以至于河水决堤，受难百姓数以万计。钟立文是谁啊？嘘，此人是钟义侯的内弟。钟义侯？哎呀，今天天气真好呀，反正里边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出去逛一逛，顺便去见见我家太子。走了。哦，太子殿下，我来履行跟你的约定了。什么约定啊？太子殿下在说什么呀？今日是你检查我背书的日子呀！你们俩也来了？啊，唉，果然，殿下心思全部在我身上，枉费我这么用心的背，终究还是错付了。走吧。远亲，我来吧。你既如此理直气壮，想必定能倒背如流了。那当然。诸部内有旱涝双雹虫蝗为害之处，主司因言而不言及妄言者，杖70。
复检不以实者与同罪。若知往有所争辩，赃重者作赃论。还差一句，你可是忘了？殿下你就放心吧，安乐记得清清楚楚，比这上面的字都要清楚。以故杀伤人者，故以杀人论罪。字字血泪，此物你从何处获得？是一位难民把它藏在身上进京，拼死送过来的。万人血书，滔天的冤情，我即刻进宫，去向陛下禀明此事。殿下，这么大的案子，切不可如此心急。你想想，这个案子几层弯弯绕绕，说不定能扯出多少大官呢？荒唐！百姓冤情面前，岂容我畏手畏脚？若我连此事都袖手旁观，又怎能安享万民供养？太子殿下果然英勇果决，是安乐选中的良人。我知道，你方才这番话是在激我。你怎会畏惧权贵，贪生怕死？果然被太子殿下给猜透了。太子殿下，你可真是我选的人呀！任安乐，你可以尽管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信任，更不会辜负百姓的期望。我会细细谋划此事的。那我就等候殿下的佳音了。太子殿下，方才安乐抓着你的手都没有推开，是不是说明我们之间又亲近了些许？果然，这消息安乐送的对。陛下，臣请旨，亲下江南。一则整治水患，二则赈济救灾，三则彻查修河款的去向和用途。太子啊，江南可与别处不同。臣知道，江南一带积弊已久，确实到了整治之时。江南本是大晋的龙兴之地，如今却南慕圣恩，是陛下投鼠忌器，以致养庸成患呢。太子。不是朕不愿意你去，只是你是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你可是大晋尊荣的储君，是朕珍视的太子啊！可是陛下，您是天下人的君父，天下的子民，乃是臣的手足，臣岂敢因一人之安危而置天下人于水火？这朝中势力纵横交错，再加上古云年连连失守，如今已渐显出新局面。眼下你把韩烨拉进了江南之局，我看这韩仲远大概也别无二选了。宫中闭目塞听，但是江南水灾之事，韩烨他不得不去，无需你我设计，他也会自己入局。他光风霁月，自然不用多说。虽然此去江南定会有风险，但是韩仲远知道韩烨身边定会有一个人护他周全，那人便是我，任安乐。韩仲远不傻，你到底是不是贪图美色，他还来不及多想，只是因为你之前把古云年还有朝中各重臣得罪了个遍，你办事儿又是个不安分的刺儿头，所以他对你放心。不过这棋局，关键人物还是在你，所以此次下江南，得让韩烨来求我。骆明熙，我竟不知你还有玩泥巴的爱好。太子殿下养尊处优，想必不会了解这种民间的乐趣吧？
你是在模拟河堤？殿下的反应倒也不算迟钝。我随便堆的堤坝都如此坚固，更何况是朝廷拨了重金，且有500河工共筑的堤坝呢？骆明熙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江南吗？是骆大人。骆大人，你愿不愿意？臣不愿意。江南路途遥远，臣身子不好，怕有去无回。更何况，太子身边不是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？我不同意。为何？不是你将血书放到我手上的吗？那时我觉得太子一人就可以解决，却未曾想太子居然还需要帮手。任安乐，姿势体大。我之所以选中你，是因为安乐寨扎根靖南多年，经历过不少水战水患，经验丰富。到了江南，也算是有用武之地。太子这是在求我吗？我也求过太子几回，没想到太子求人竟是这般模样啊！求人办事得有个态度，可不，在我们安乐寨求人办事儿，怎么也得置办一桌像样的酒席，喝他个几十坛酒，这才算诚意。哎，吃饭喝酒没问题，我可以。你不可以，谁求人谁喝酒。殿下，今天这忙，我怕帮不上了。好，好，殿下，你不是从不喝酒吗？今晚太子府恭候大驾。晚上见。陛下，您真舍得让太子殿下去吗？哟，不然如何？不过朕的确是不放心他一个人前往。哦，陛下，您的意思是，任大人？这个女水匪确实有几分意思。眼下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选了。任大人与忠义侯因科举案，现在朝中势同水火。江南之行，任大人一定会助太子殿下一臂之力。朕瞅着这个任安乐，是个能为了太子不择手段的主。好，赵福在，联络一下在江南的韩氏旧部，告诉他们，这几日太子会下江南，让他们帮衬着点。是。哇，殿下，一共10道菜，包含鸡鸭鱼肉，寓意龙凤呈祥，还另有30坛顶级女儿红，寓意琴瑟和鸣。谁让你这么安排的？这是午后苑淑姑娘送过来的，话都是上面写好的，奴才只是照着念而已。苑淑姑娘说这些都是他们家小姐爱吃的，让我们安排。殿下可有什么不妥？奴才立马让人把他们撤了。算了算了，就这样吧。这些寓意，以后不要再说了。是。殿下，你不觉得今日的太子府
布置的像婚房一样。这也是他们让你安排的？是，苑叔姑娘千叮咛万嘱咐，说他们家小姐就喜欢这样的。荒唐！太子殿下，我来啦。你快吃下，来来来。这一杯我敬你，敬你助我破获科举舞弊案，也希望你能同我一起下江南治理水灾。太子殿下的确是应该敬我，但只敬我跟你一起办案的话，我觉得有些可惜吧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太子殿下可以求娶啊？冉安乐，我是认真的。此案若无你同行，才是真的可惜。好吧，既然太子殿下这么有诚意，那就不是这么个敬法。把那些酒摆上来。哇，这京城的酒果然香，闻闻。太子殿下，喝吧。安乐姐，殿下呢？他喝不了这么多酒。那你可以吗？文公子，请。太子殿下，喝呗，这点酒不算为难你吧？冉安乐，是不是我干了这坛酒，你就同我一起下江南？君子一言，8匹马都难追回来。好，今日我就舍命陪君子，先干为敬。殿下，太子殿下可曾知道，在我们安乐寨，女儿红是出嫁时才会喝的酒。太子殿下喝了我的酒，可就是我的人了。再来点。恍若九阳出阳谷，皎若夜光寻扶桑。好啦，别念了，知道你满腹诗书了。我没有要念书，我只是在夸你。堂堂一个太子殿下，喝这么一坛酒就醉了，我才不信呢。来，再来一杯。是，我就知道，居然还给我装醉。从小到大，陛下便对我耳提面命，要克己复礼，行为端正。喝醉酒还想教训我呀？没门儿！可我偏要随心所欲一回，有些事情为何别人做的，我这个太子殿下便做不得啊？行了，别喝了，别喝了。你给我哎呀，你别。
殿下，你是不知道，你昨晚已经上树了。我上树了？嗯。你确定？干出这种事儿的人是我，不是然乐。这满园还有谁的酒量比您差？您还真是一谈就倒。荒唐！我昨天在宴前不是嘱咐过你，要对我多加照看的吗？昨天我也喝醉了，忙着和苑静聊天去了。这个任安乐便一点也没醉。哦，说起这个安乐姐，她可厉害了，非但千杯不醉，还对烂醉如泥的您照拂有加。昨夜啊，我是第一次看到任大人那么像个大人，您那么像个小孩。我居然在酒后成了无理取闹的那个。殿下，昨夜您酒醉时，安乐姐有没有乘人之危啊？难道殿下想与安乐姐发生些什么？你荒唐，满脑的酒色！去把昭明文选抄一遍。去。哦。这么一来，又要被那个任安乐给拿捏了。任安乐，任安乐，你打算何时向陛下请旨，随我下江南？我什么时候答应殿下要跟你一起下江南了？君子重诺，言出必行。安乐又不是君子，安乐是一介水匪小女子。任安乐，你不要无理取闹。为了让你答应，我已经有求必应了。谁答应你了？哦，对，好像有点想起来了，我应该是答应你了。哎呀，昨天晚上喝酒喝太多了，有点想不起来了。想想啊，哎呀，口好干啊。烫。想起来了吧？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昨晚殿下喝的实在是太多了，你非要爬树，我花了好大劲儿才把你给劝下来。而且太子殿下当时一直抱着我，喊我紫园，死死都要抓住我，还一直喊紫园紫园。后来又怎么了呢？苑卿苑叔，昨晚殿下还干嘛了？别想了。荒唐。小姐，你看起来心情很不错嘛。有吗？有啊，很久都没有看到小姐这般真情实感的笑过啦。你可跟朕打过包票，这任安乐一定会同意的。出了点意外。可这任安乐一早就进宫，跟朕请旨下江南，他没告诉你啊？
这个人安乐。来，喝点水。安乐寨寨主常年海上奔波，竟然会突然晕车？殿下与我同坐一车是为了照顾我吗？我是想与你一起商量治理水患之策。那殿下一直手握那瓶晕车药是为什么呀？是想让你尽快清醒，免得这一路上会闹得人仰马翻的。殿下还真是贴心呢。但是安乐晕劲儿没过，头也疼，手脚也无力，不如殿下好人做到底，将这瓶晕车药喂安乐喝下吧。你就晕着也罢，大不了到了江南，我让人用麻袋把你扛下去，也叫穆天府的百姓瞧瞧新任大理寺卿的威风。安乐一时迷糊，让殿下见笑了。但是谁迷糊的时候没办过几件荒唐的事情呢？殿下不就还爬过树，摔过饭碗，还调戏过良家妇女？荒唐！原来殿下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安乐呀。哦呦，